乌俄和谈僵持，美国制裁在线，普京的野望控制前苏联所有国家。俄罗斯空袭美工厂，特朗普态度转变。乌军全线反攻，围剿红军村俄军。俄士兵自残，诈骗国防部补偿金。德国投资1000亿欧元打造欧洲最强军，加强东翼防御，立陶宛建立3层防御系统。决战加沙，以色列动手了。朝韩局势加剧，俄罗斯图95飞抵日本海。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过去1周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面，结果也相当好，以至于火力军都以为乌克兰即将迎来和平，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想多了。这次前往美国，泽连斯基吸取了半年前的教训，着装正式了一点，在讨论时也不断说谢谢，还找了7大护法为自己站台，也就是英法德意芬的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以及北约秘书长。或许是因为提前准备的缘故，泽连斯基这次大获全胜。就结果来看，美国愿意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将领土问题交给了泽连斯基和普京讨论。乌克兰还与美国达成了2笔交易。第一笔交易就是乌克兰拿出1000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武器，里面大概会包含爱国者防空系统。当然，欧洲出钱，对于特朗普来说，你买美国武器那就是自己人，维和什么的大家都好商量。第二笔交易关于无人机，乌克兰与美国达成一项500亿美元的协议，用于生产无人机。很早就有消息称美国要购买乌克兰无人机，这或许是交易的进一步升级。不过双方都没有说明哪些份额是购买或投资。就当前的局势来看，乌俄和谈是有很大可能的。除了会谈的收获，普京也放软话了，愿意就领土问题妥协。在泽连斯基前往白宫的同一天，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表示，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普京表示愿意接受美国为乌克兰提供北约共同防御的安全保障，也愿意就乌克兰领土问题做出一些妥协。这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首次愿意在和平协议中让步。普京妥协，火力军并不意外，甚至可以说普京早就该妥协了。打了那么长时间，俄军的进展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从2022年11月12日到2025年8月17日，在这1010天里，俄军占领了5842平方公里的领土，仅占乌克兰国际公认领土的 0.97%。为了这一点土地，却付出了100万人的伤亡。同时，俄罗斯的经济也面临困境。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前 ，41.6 格里夫纳兑换1美元。战争打了3年多，汇率也差不多，乌克兰的经济非常稳定。相比之下，俄罗斯就很难顶了。在开战之前，50卢布能换1美元，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80卢布，甚至更高。在上一周刚开始的时候，种种迹象表明乌俄马上就和谈了，乌克兰也将迎来和平。于是美欧联手为乌克兰准备安全保障协议。在特泽会之后，特朗普和欧洲领导人同意由卢比奥起草乌克兰安全保障的草案，其大概可以分为4个方面：维和部队、防空、武器装备与停火监督。根据福克斯的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有30个国家一直在制定乌克兰安全保障框架，其中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彭博社报道，大概有10个国家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目前，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开表示，东京愿意在基辅安全保护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没有透露具体的保护方式。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纳里曼·杰利亚尔也表示，土耳其准备向乌克兰派兵，不仅覆盖陆地层面，还包括在黑海水域进行扫雷行动。除此之外，英法也少不了，其中英国已经明确表示要向乌克兰派兵，包括地面部队和空中战机。美国大概率是空中支援与情报，不过维和部队的数量不会太多，毕竟会签署一个类似北约第5条例的协议。在停火之后，俄罗斯敢入侵乌克兰，北约国家就能出兵。可以说，在上一周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就差泽连斯基与普京会晤进行和平谈判了。但进程就卡在了这一点，因为普京远比大家想象的更贪婪。泽连斯基已经表态愿意讨论领土问题，但只会在与普京的会晤中讨论。俄罗斯的表态却是，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尚未被列入日程。按照战争研究所的说法，克里姆林宫明确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乌克兰和平倡议。根据之前的分析来看，原因也很简单，俄罗斯的要求不止如此，普京又把伊斯坦布尔协议拉了出来，也就是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进行去军事化行动等等。这已经是老套路了，通过乌克兰不会接受的条件阻碍和谈进程。因为俄罗斯的最终目的就是控制所有前苏联国家。在乌俄问题上，普京想要的是整个乌克兰。战争研究所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原因就是其他手段没能成功控制乌克兰，只能使用武力。从这个原因来看，让乌克兰割让顿涅茨克进行去军事化行动，是为下一次入侵做准备。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对其他前苏联国家进行内部政治影响，比如否认他们的主权，为独立自治创造条件。
在此之前，俄罗斯官员就否认苏联解体的合法性，表示自己入侵前苏联国家属于家事合法的。就当前情况来看，俄罗斯控制最成功的国家就是白俄与格鲁吉亚，二者都选出了忠于克里姆林宫的亲俄政府，特别是白俄，军事方面严重依靠俄罗斯。哪天普京想不开，直接就拿下了。面对乌俄和谈僵持的情况，特朗普很不开心，自己明明做了那么多事情，结果却毫无进展。面对这种情况，特朗普也不想参与了，仅仅是把制裁掏出来，表示将在2周内就这场冲突的未来走向做出一项重要决定。言外之意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你们赶紧解决会谈的事，在这之后谁不同意和谈，我就干谁。其他的事情，比如主导会谈、打电话商讨等，特朗普就不管了。不过意外来得太快，特朗普还是被迫下场。8月21日，2枚俄罗斯巡航导弹击中美国韦创里公司设在乌克兰穆卡切沃市的厂房，自己家的工厂被炸。作为美国老大，特朗普必须站出来，于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帖子，大致意思就是不攻击入侵者本土就想赢的战争是很难的。这是鼓励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还向乌克兰出售了3350枚 ERAM 导弹，这是新武器，相当于巡航导弹版的 GDAM。 很明显，这是在给普京施压，如果不同意停火，后果会很严重。特朗普态度的转变的确有用处，这不，一向嘴硬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已经改口，表示泽连斯基是事实上的首脑，准备与其会晤。这对乌俄和谈会造成什么影响，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战场方向，乌军反攻取得重大成果，俄军却闹出不少笑话。在8月19日，乌军无人机突袭卢甘斯克，摧毁了比洛库拉基涅的2座弹药库，至少发生了7次爆炸。对于俄军来说，这2座弹药库极为重要，这是向红军村运送弹药的后勤中心，直接削减俄军的进攻能力。而乌军则是向红军村部署重兵。此消彼长之下，乌军在红军村取得了重大进展，即将收复130平方公里的土地。赫尔松方向，乌军也进行了新的攻势，强渡第聂伯河，攻入赫尔松左岸，并建立了据点。接下来会有什么举动，我们拭目以待。至于俄军这边，最近则是闹了不少笑话。根据乌克兰游击队阿泰什透露的消息，在赫尔松地区，俄军第24摩托化步枪团的士兵为了避战，故意烧毁自己的装备。在俄军内部，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之前还传出俄军士兵擅离职守，并拒绝服从命令，甚至是干掉指挥官，主动向乌克兰投降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很简单，俄罗斯指挥官不拿士兵当人，在没有任何防护与火力支援的情况下，直接将士兵丢到前线自生自灭，结果就是全军覆没。士兵拒绝上战场，火力军也能理解。不过聪明一点的做法还是诈骗普京，把俄罗斯政府当摇钱树，上前线之后故意开枪自残，然后谎称战斗受伤，骗取俄罗斯政府的经济补偿、带薪休假和优惠医疗。根据俄罗斯自己的调查，仅俄罗斯第83空降突击旅的30多名军人骗取的金额就超过250万美元。俄军士兵都玩花的，高层就别说了，操作更离谱，直接将失踪士兵看作逃兵，隐瞒战争伤亡，避免经济补偿，一举两得。战场之外，德国投入3550亿欧元，要打造欧洲最强军。立陶宛推出抵俄3道防线。在8月19日，德国宣布一项长达17年的建军计划，表示从2025年到2041年要投入3550亿欧元采购各种装备，将德国军队打造成欧洲最强。这3550亿欧元里，有700亿会用于补充武器弹药，520亿生产坦克装甲车，360亿购置海军潜艇，空军的花费也超过了340亿，包括购买 F-35和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经验，还有40亿的防空系统经费等。德国想要成为欧洲最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自梅尔茨上任以来，德国就走上了变强的道路，已经推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预算。德国崛起之后，成为最大援乌国，按照德国的军备，投入1000亿欧元，成为欧洲最强，并非说说而已。实际上，不只是德国，欧洲各国都在加强军事部署，特别是美国想要撤军之后，为了保护自己，英德法还商议要进行核武共享。另一边，为了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立陶宛推出了一项防御计划，要在其与白俄和加里宁格勒的边界地区建立一个3级防御系统，也就是布置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在边境地区建立一个5公里的拒止区，设立壕沟、障碍物、雷区，并布置步兵阵地，配备标枪、长钉等反坦克导弹，抵挡俄军装甲部队的进攻。第二道防线就是通过地道、桥梁等减缓俄军的进攻速度，并使用火炮等攻击俄军坦克。第3道防线则是通过远程火力摧毁俄装甲工事，比如海马斯、无人机等。立陶宛部署这道防线的目的就是保护苏瓦乌基走廊，如果俄罗斯要进攻欧洲，这里就是第一线。而按照分析人士的说法，这是北约最脆弱的地点之一，必须加强防御。中东地区，以色列全面进攻加沙，决战已来临。在以色列宣布要进攻加沙，彻底消灭哈马斯之后，哈马斯就怂了，提出了一项新的停火协议，降低了绝大部分要求。
不过以色列已经看出来了，依靠和谈根本无法解决加沙问题。于是，在8月19日，以色列决定动手。国防部长卡茨当晚直接批准了以军对加沙城的进攻计划，也就是基甸战车2。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以军的进攻会分阶段进行，首先向该地区民众发布撤离警告，之后包围加沙城，最后完全清除哈马斯军事设施。目前，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向6万名以色列预备役人员发出征召令，还将额外发出2万份征召令，再加上延长服役期人员，总计约有13万名预备役人员投入战斗。预计以色列国防军的5个师、数万名士兵将直接参与行动，14个旅级部队将发起直接进攻。按照以色列公布的消息，大规模的战争将于10月7日开始，不过实际情况却是小规模的战斗已经开始。以军3个旅已展开行动，不仅恢复了对加沙南部的空袭，还完成了对加沙城郊区的控制。接下来就是逐步消灭哈马斯。在亚洲地区，朝鲜半岛再起争端，局势再度加剧。8月19日下午3点左右，30多名朝鲜士兵无视警告越过朝韩边境。韩国士兵使用12.7毫米大口径机枪对这些越界士兵进行警告射击，迫使朝鲜士兵撤退。这事再次引爆了朝韩之间的冲突。按照朝鲜的说法，这些士兵越境的目的是修建障碍物，封锁边境公路、铁路等，使双方的领土彻底分离，消除紧张局势，并已经向美国提前报备。在韩国看来，朝鲜这是越界施工，并且这类工程会改变边境现状，威胁自己的安全。双方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是平常，这事说2天就过去了。不过现在，美日韩正值已知自由护盾演习，朝鲜正气不过，这些士兵越境，估计就是要试探美日韩的态度。只是偷鸡不成18米，被韩国士兵搞了。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金正恩视察了自家的2款改良型防空导弹试射，具体型号没说，估计是朝鲜通过援俄获得的技术，然后对自己的导弹进行改造。这一系列举动导致朝鲜局势加剧。未来是进一步发展，还是双方各退一步，息事宁人？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另一边，俄罗斯图9 MS 在日本海飞了6个小时，这是要做什么？根据媒体报道，在8月19日，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5和苏30带着图9 MS 在日本海上空进行巡逻，飞了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宣称，这只是例行的远程航空任务，没其他意思。这话说的，火力军第一个不相信。俄罗斯的目的很明显，敲打日本、韩国。日本这边已经与乌克兰商讨，要在多个战略领域扩大双边合作，也要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此外，日本还访问土耳其，讨论防务装备和技术合作，比如无人机。日本正计划向陆海空自卫队部署大量无人机，土耳其就是目标之一。日本这是加强军备，准备找时机夺回北方四岛。韩国这边也要帮助乌克兰重建港口，加强双边的合作，与朝鲜的摩擦也不断增多。于是俄罗斯一合计，出动图9 MS 在日本海逛一圈，不仅能威慑日本，还能帮朝鲜出头。不过就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图160来都没用。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特朗普态度转变后，普京会同意与泽连斯基会晤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